我们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呢，一开始挺好的，但是现在他下定决心要和我分手。他总是嘴上说的很好，但没有落到实际上。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保障，需要有安全感，我有错吗？他想要的我都能给他，希望他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不想分手。我跟他耗不起了，我一点也看不到希望。我觉得我们就这样散了吧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陈先生30岁，自由职业；雷女士30岁，医生助理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听说两位是旅行的时候相识的，是吧？我们俩认识是因为一次旅行啊，一个晚上他来敲我门，他问我借香皂，我就拿自己香皂割了一半给他。然后第二天他就以香皂为理由，然后问我要了微信。哦，这个主意都想得出来，搭讪是吧？厉害啊！啊，然后呢？啊，然后回到重庆，他就找理由请我吃饭。啊，然后他表白那天，他就送了1块香皂给我，他说以后我会加倍给你付出。他因为现在他是创业初期嘛，没有车没有房，但是他有一颗爱我的心。啊，当时我就信了。这样的主持人，因为我和女朋友嘛，这一次是因为一个买房子的事情，然后他现在想分手，但是我现在不愿意跟他就是分手。你们俩认识几年了？2年多。这男生有什么优点啊？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很好啊，然后我不是有时候要上夜班，他可以买很多宵夜呀、水果要过来给我吃，然后当时我的同事都很羡慕我。我跟你说，所有追求一开始都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他是听我哪个同事说我快过生日了啊，然后接着1个星期，我每天收到一束玫瑰花，上面都写着生日快乐。那个过1个星期的生日啊？他不知道是哪天嘛，他问我，我没告诉他嘛。就撞嘛，反正。对。撞上了吗？没有。哎呀，1个礼拜都没撞上。然后我们俩刚在一起1个多月，他就经常3、4天不回家，还打电话让我给他送换洗衣服过去。其实我能理解，因为他创业初期，他跟我说的，他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生活。是。这个我能理解的啊。但是后来他就变了。哦，变了。对，就有一次嘛，他过生日，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今天你过生日，你可不可以早一点回来，然后我给你准备惊喜。等到8、9点钟他没回来，我就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他说我在应酬，说完就把电话给我挂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很寒心呐。其实那一次，当时客户要资料也要的比较急嘛。我听他说不是说他在应酬是吗？对。啊，应酬跟资料有啥关系？因为我把客户的资料做完了之后，我给客户带过去，然后再应酬这上面的，然后耽搁了。忙完了回家的时候呢，差不多1点钟了。这得什么样的客户那么敬业哈？一聊到1点多，你们聊啥呀？就是关于我们市场的一个开拓。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自己躺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。其实我当时心里面觉得挺内疚的啊。然后我就想一下，怎么来哄一哄他。主持人，你知道他怎么哄我的吗？啊，他其实1点半回来的时候我已经醒了，但是我在生气，我是没有理他，就装着睡着了。我就听他去厕所给他妈打电话，他说我们俩吵架了，问他妈该怎么哄我。这个事情有必要给你妈打电话吗？到第2天他什么也没做，也没哄我，也没给我解释，然后他又继续上班去了。他是什么事儿都跟他妈说吗？对，他就是典型的妈宝男。其实这些小事我都能忍啊，什么事儿忍不了了？就是有一次我生病了嘛，转完酶2000多。哦，太高了。对，因为正常值是0到40，我们医院本来也不是很那个嘛，然后让我转院，我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医生说我有点严重，然后还有我晚点再说吧，再看不看你吧。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医院，我去了医院，医生就让我办理入院呢。那肯定啊。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，第2天我妈来了，因为晚上我也给她打电话了，她没接电话。然后第2天早上我妈就来了，我听我妈在医院门口哭，在那个病房门口哭，就觉得无依无靠是这意思吗？谈了个假恋爱是这意思吗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是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吓我一跳，对不起。因为我觉得有她这个男朋友跟没有她男朋友就没有区别。我在医院住了15天，他谈我2次，就中午来的，还提着盒饭来的。这是为啥？因为我们的市场开拓期嘛，各方面的数据统计啊，后续的一个工作跟进，我确实
那段时间没走开。这件事儿在女生的心里面可能阴影会比较大一些，是吧？觉得无依无靠是吧？想象当中，我谈一男朋友，在我最关键的时候，至少我认为最关键的时候，他应该在我的身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结果他没来，最后还是我妈来守了我10几天。控制下来了，指标都好了。现在好了，但是病根没有恢复。但是，完了之后你，也不能说我们要在一起就应该买一个房子吧？等，先别房子，我这事儿还没问清楚呢。我想知道，你知道他现在到底得了什么病吗？我知道，这个你可以接受是吧？对，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？当时没有好的时候就不能怀小孩。现在没事了是吧？不能反复。啊，听明白了，你这都不关心不关注啊？就回来之后有时间，我现在也给他煲个汤。不，这跟煲汤没关系啊。会改善一下他的现在的这个状态。你家里人知道他这个状态吗？我父母也了解。这个是真的了解还是只是表面上了解？我给他们说过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他在医院住院也没啥大问题。他住院的时候你父母去看过吗？我父母在工地上包工，他们时间也不是很方便。你父母知道你有这么个女朋友吗？知道。他当时生病的时候，你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还是说已经见过父母了，准备娶她？我们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我们之前已经见过父母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你父母那儿，这是你的未婚妻，有这么个意思吧？对。所以他生病15天，你父母也没有去任何看。没去。OK， 好，咱接着说房子啊。就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很寒心呢，我就觉得他大难临头各自飞了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提出我说要么就结婚买房，要么就分手啊。他让我去跟他妈商量，那我就去找他妈了。他母亲这样说的，他说买房可以，但是他说他们出一半，让我出一半，这个我认。但是他母亲说我们要先扯证。扯了证之后，房产证上面要加上他父母的名字跟我的名字，这点我想不通，为什么呀？我过日子是跟你过啊，不是跟你父母过呀。那个房子钱不是他父母出的，不是他出的吗？但是我也出了一半，过日子是跟他过呀。房产证无所谓啊，你也不跟房子过。这一点我不能接受。生病之前有结婚的打算吗？生病之前我给他提过，他说现在创业初期，那个时候我母亲也没有这么催我，但我生了病之后，因为我现在30了嘛。我母亲也会催了，然后我自己也会想了很多了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这次生病对你的这个心理的改变非常大，对吧？是的。可能过去没生病之前觉得，我们这么谈着挺幸福，就挺好。对。但生病之后，你可能说我需要一个保障，我需要一个家，是不是这么想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啊。但是，你说你去和我的父母沟通，他特别，就是有那种生活上的洁癖嘛。然后他去我父母家里面的时候，自己备了一副碗筷，就让我父母感觉很不舒服。你知道吗？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说他来我的爸妈来我家里面住了一晚上，把你的毛巾用了一下，结果第2天你把毛巾给换了。我知道我是，因为很多人也会说我是过于洁癖了或者是什么，但是这些东西我都给他说了，我可以慢慢改，但是我养成了30年的生活习惯，你不可能一下就要我改吧？这个是在逼我呢，你逼我到墙角了，你不可能一直让我退让吧？我其实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是女方跟男方的父母谈，而不是男方自己跟父母谈的？因为我给他说，我说要么我们就分手，要么就结婚买房。对。他说他没钱，让我去找他父母。你就去了？我就去了。可是你刚才说是你跟他结婚，不是跟他父母结婚呀？我知道他在家里面做不了主，他什么事也做不了主，什么事也问他妈呀。我只有去找他母亲商量。所以这事儿就别拧巴了吧，姑娘。反正他们出钱写名也挺正常的，就写了呗。人家出了钱写了名，为啥就不行呢？不行。那写他的名行吗？写他名可以。现在是您急着结婚，人家可不着急啊，姑娘。他就想拖我，就耗着我，想把我耗大了，反正就没人要了是吧？然后就必须跟他结婚呢。现在他纠缠你吗？会啊。不是创业很忙吗？这会儿不忙了？这段时间我把车友俱乐部的事情交给我的合伙人打理，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次感情留下来。你想结婚吗？想。那这事儿很简单，跟你爸妈说，房本上写你和他的名字不就完了吗？我父母他不会同意这个点。为啥呀？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他去我家里面的时候，给我父母的一些影响吧。所以你父母其实不同意你娶她，对还是不对啊？应该有一点。
你就跟人姑娘坦诚的说嘛，我爸妈不同意我们结婚嘛，是不是就这意思啊？是。那不同意你耗着我干嘛？但我们的感情是真的呀。我告诉你，婚姻不是2个人的事，你太幼稚了。行，我接着问哈，你也能感受得到，大概那是个刁难条件。对。那你愿意裸婚嫁给他吗？不愿意。你父母支持你创业吗？他们其实也不支持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因为把自己折腾得太累了。如果现在给父母这么一个选择题，你猜他们会把钱给谁啊？一个是我创业需要钱，一个是我结婚需要钱，会给你哪笔钱？结婚吧。会吗？哎，看起来那个不想分手的人是你是吧？对。想分手的人是你是吧？怎么聊完之后，我觉得是你不想分手啊？因为我也舍不得吧。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，是你更不愿意放弃，而且你想让这段关系往前走，没错吧？是你想结婚。其实今天不是分不分手的问题，今天是逼婚成不成功的问题。你真的想娶她吗？我想。想还用考虑那么久啊？接下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朋友住院，你不闻不问，忙，我们。好，谢谢博文兄。来，尚娜老师。谈恋爱是给你幻想让你去飞，要结婚呢是要拉着你落地。很明显，就这男孩，人家就一直想在天上飞着，没想落地，而且天上飞的同时还完全没把你当回事儿。就单单一点，你生病，甭管这病是大是小，如果你在他心中足够的重要，他都会觉得心疼死了。如果你在他心里没有地位，再大的病，他觉得你不还活得好好的站在这儿吗？他能让你自己去找他父母聊房子的事儿，这个房子是你们2个人未来的家，你们俩未来要住的地方，他连你们2个人安身立命的这个房子都没有放在眼里，像施舍你一样。你要嘛，那你自己去找我父母谈去啊，要得着你就要，要不着我爸妈不给，那我也给不了你。这是什么态度啊？然后你居然还真的就去要，我不知道你在那个情境下你是怎么张得开口，这话说出来都觉得别扭，你都能把这事做出来，你也是太不尊重自己了。如果你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，那咱换一个人好不好？起码这个人要尊重你，把你当回事儿。如果你要是说为了跟他而结婚的话，那我劝你就止步于此吧。因为这段婚姻开始就已经把你自己拉到了最低的位置，你想想你嫁进他的家门，他的爸爸妈妈怎么能看得起你，明白吗？30岁了，的确也着急结婚了。如果分开的话，再找第2个人，这个时间成本，第2个好不好也不知道。对。不管怎么说，对这个男人心里真的是不那么的满意。于是你想说，为了增求安全感，那我有个房，多少也算是个保障。如果对方的父母不为难你，把房买了，你是不是就结婚了？但你要结了婚，问题就更严重了。我看到的你现在是在赌啊，2年了，你赌输了，你没找到你理想当中的男朋友，所以你靠房子来扳回一局。房子拿到了，你好像小赢，但是把你的一生给赌进去了，你又输了。因为他之前对我很好，然后我就这样安慰自己。所有的好都没有那一次得病是验金石，那一个问题就足够了。那我问问你的这个男朋友，客户比他重要，转氨酶从40到2000，那是一个小病啊，那是要命的病啊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说啊，我去关注对方，而只是凭着啊还不错，长得还挺好，表面的喜欢，那个结婚没有任何意义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人家，他适不适合你呀？
以后能不能跟你过日子呀？他那洁癖你能受得了吗？你也没想那么多，俩人不合适，两个家庭也不合适，至少我个人意见不赞同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谢谢。来，胡老师，你不能因为我害怕错过了他，将来我更找不到，所以我得耗着他，我得把这个婚给结了，否则的话，我的婚姻会没有希望。你不应该这样想，总有一个人会爱你，你明白没有？这个男生哈，你就是对于婚姻本身是不够重视。你说实在话，你脑海里想过结了婚你要准备什么吗？没有。对，你什么都没想过，就是你压根脑海里面就没想过结婚这事儿，至少现在没想过。你要是想过，怎么可能让他跟你父母谈嘛？但我爱着他呀。你是爱着他，但你现在没有想过要结婚嘛？你现在就是一种热恋的状态。所以其实你对于婚姻，对于将来，你到目前为止是不负责任的，你也没有思前想后考虑清楚的。所以分手是必定的，但关键是你要有自信去看待将来的生活，你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好吗？谢谢。哎，你自信起来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不哭了。我们结婚是为了追求幸福，我们不是为结婚而结婚，对吧？女生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，她说光这个结婚光有爱还是不行的，还是不够的，因为都不了解他，爱不就爱的盲目吗？你说呢？啊，学会放手其实挺好的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们在一起相处2年多了，这2年你以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变得更好，我也在努力，我一定会实现我的承诺，一定会加倍的对你好，照顾好你。其实跟你在一起，我也开心过，也有心酸。我希望以后我们都幸福。答应我，不要离开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一起面对，一起去解决，一定会解决的。来，女生放的是什么呀？我放的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的明信片。哦，就是我生了病，然后之后我们不是分开了嘛，然后我一个人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我希望在这儿开始，在这儿结束。啊，你送的是一块香皂。对，我们就是因为一块香皂认识，也是因为这块香皂而走到现在。我会就像当初向你承诺的一样，你付出的一半，我会加倍的去对你好，加倍的去补偿你。但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，也许过了这段时间，一切都会更好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都从没有在一起。还有话跟他说吗？是我错过了太多，我以为自己创业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，所以我忽略了对他的一个陪伴和照顾。这可能是我自己情感经历的少的原因。你最重要的问题啊，不是给他更好的生活，是了解他，你不了解他的痛苦，你明白吗？是。就他所说的吧，以后我们彼此都会幸福。啊，行，谢谢你，请回。